程家言，这次换我送你下地狱。楠姐，你怎么了？脸色好差。今天是几号？5月18号啊，晚宴刚开始。我这是重生回救程家言的那一天了。程少爷，哦不对，现在是我助理，服务态度还行吧？楠姐，要不要去帮程家言？他快撑不住了。你很关心他。程家言，这一次没有我的帮助，我很期待你的下场。这酒不错，赏你了。苏小姐好本事，曾经的首富之子都成了你的下人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！嘘，苏家跟我们公司可还有合作呢。楠姐，你真的不去帮？我为什么要帮？可是以前是以前。表姐，闹够了没？我教训我自己的助理，碍着你什么事了？难道他是你的屁股？这毕竟是江氏举办的晚宴，表姐闹得太难看，丢的是我们江苏2家的人。江南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的人我想打就打！果然，上辈子我就是被周瑞推出去的。我的脸！表姐打自己员工不够，连我的人都打。周蕊是我苏家资助的，就算挂你名下，那也是我的人。我打他，他就得给我受着。正好，2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一次清干净。救护车来了，让一让，都让一让。上一世，我从苏曼婷手里救下你，你哭着说这辈子做牛做马报答我，结果你帮苏曼婷监视我，帮程家言害我全家，最后成功爬上了程家言的床。这辈子，我倒要看看你们互相撕咬的下场。楠楠，救我，带我走。什么脏东西？表姐，管好你家的狗。楠楠，叫的真是亲密。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？睡了？还是亲表姐呢？真做得出来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拿这种事往女人身上泼脏水？江南，你会后悔的。股价开盘就跌了5个点。江南，这烂摊子怎么收拾？苏家那边的合作全停了。你知道苏氏1年给江氏多少订单吗？无论怎么样，苏曼婷在江氏的晚宴上打人，不该由江氏去道歉。你少说2句！警方介入调查，媒体堵在公司门口，还不是你惹出来的？这是宴会的监控视频，从苏曼婷举酒瓶到周瑞被抬走，每一秒都有。这是周瑞先动的手？这是完整的监控。苏家的公关实际上只剪了后半段发出去，就是想以此来诬陷我。就算监控能证明，可苏家那边想让我背锅。爸，您是站江家还是站苏家？老江，这事儿苏家做的不地道。够了，楠楠，你暂停职务，手上的工作交给陈副总，回家休息1个月，避避风头。好。上一世，这个叫陆景琛的人和我只有一面之缘。他是陆氏4集团的掌门人，商界的孤狼。就连程家言最嚣张的时候，也不敢动陆家半分。江小姐，我想你需要一个盟友。我当时为了程家言把名片给丢了，这一次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能给我什么。坐。苏家3年的时间抽调了江氏2亿3千万，程家言用空壳公司收购江氏散股，目前持股7%。你父亲的个人账户上周也被转走了最后800万。陆总调查得很清楚。我从不跟我不清楚底细的人合作。你想怎么合作？陆江2家联姻，我可以名正言顺介入江氏重组，
你拿到陆家背书，股东也不会反对你接你父亲的位子。陆总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联姻之后，只要我坐上董事长的位置，那我个人的股权分红和增值，其中1半都会属于你。你的诚意呢？这里程家岩名下空壳公司的完整资金链，还有苏家和江宏源每一笔私下交易的流水，都在里面。给我3天时间考虑。楠楠，你来找我？还是这副嘴脸。前世我就是被他这声楠楠骗了一辈子，最后家破人亡。进去说。恒远新纪的投资项目书，这家公司注册地是虚拟地址，上周被吊销营业执照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拿这个去拉投资就是诈骗。苏家给你的钱不是白给，苏曼婷玩腻你那天，你就是背锅的那个。你闭嘴！恒远新材的投资人已经报案了，你猜多久查到呢？这照片什么时候拍的2年前，苏家的私人慈善晚宴。 2年前，我重生回来的5个月前，那时候他们就坐在一张桌子上了。程家岩，要想让我救你，就告诉我2年前的那场晚宴上发生了什么。你先答应救我。你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。你父亲江宏远签了一份信托变更协议，把你母亲的信托受人改成了。改成了谁？你走吧，有人盯上你了。我能说的就这么多。苏曼婷主动约我，上一世这个时候，她应该在忙着写我的黑料才对，除非她从一开始就不是冲我来的。楠楠，我以为你不会来呢。你不是被保释了吗？还有心情喝茶？保释金是苏家用我在外面陪酒换来的订单付的，他们巴不得我关进去，关进去了就没人知道苏家怎么用人换钱了。我从小被他们当礼物送来送去，18岁，我妈为了3000万的合同，亲手把我送进一个50岁男人的酒店房间里。所以你在晚宴上打程家岩是故意的？是，我是故意犯蠢，好让所有人都看看苏家养出来的女儿是什么样。让苏家的合作伙伴全都躲得远远的。苏家全部不合法的账目全在里面，程家岩那3家空壳公司的注册资料也在。你给我，给你，我只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让你把我爸也送进去。没问题。楠楠，我被关了这么多年，封是我唯一的出路。希望如果有以后，我们还能继续做朋友。送你们了。什么事？你父亲刚刚被经侦带走了，罪名是违规担保。担保了什么？苏氏旗下子公司一笔8000万贷款出事了，担保人是你父亲。本来苏家想拿担保协议威胁你父亲继续配合的，但晚宴的事闹大了，苏家需要一个人出来扛雷，你父亲就被他们推出来了。弃子。另外，3天时间到了。你的选择是什么？结婚协议，明天送到我办公室。条件？救出我爸之前，江氏重组由我全权操盘，陆氏资金到位但不控股，董事长的位子由我做。成交。反正结婚之后，你操盘的每一分钱都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我不亏。股价开盘就跌了5个点，供应商也堵在门口要债。江董被带走2天了，现在谁能出来主持场面？苏家那边的合作全停了，银行今天打电话来问信贷额度要不要下调。江南，你爸出事之前把职务暂停给你，你现在什么名分都没有，怎么跟外面交代？名分是争来的，不是等来的。我今天叫各位来就一件事，江氏重组，董事长由我来做。你做？你拿什么做？先看完这个再问。苏家3年前开始从江氏抽调资金，每一笔都有江宏远的签字，总计2亿3千万，
至今未归。这是银行流水和转账记录。2亿3千万，这怎么可能？还不止，程家岩用3家空壳公司收购江氏散股，目前持股7%，资金来源是苏家的关联账户。苏家和程家岩联手，打算趁江宏远出事，低价吃进江氏。江南，这些证据你从哪儿拿到的？从哪儿拿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苏家抽走的资金我要追回来，程家岩吞去的股份我要他吐出来。还有，我已经拿到苏家偷税和商业贿赂的完整账目，今天下午就递到金针。你递了材料，苏家反击怎么办？毕竟苏家和我们在业务上……苏家拿你们的分红填自己的窟窿，给你们的回报是什么？合作全停，股价暴跌，江宏远替苏家背锅进看守所，是谁先撕破脸的？还需要我提醒吗？那你打算怎么救江氏？这是陆氏集团的注资协议，10亿，3天到位，不控股，不干涉经营，条件是我出任董事长，全权操盘江氏重组。陆景琛凭什么答应这个条件？凭我跟他签了结婚协议。荒唐！联姻这么大的事，你在事先竟然都不和董事会通气。董事会，我爸被抓3天，董事会谁拿过一个解决方案？苏家抽走2亿3千万的时候，你们谁站出来说过一个不字？我同意，与其等死，不如让江南试试。江南，你要是栽了，整个江氏给你陪葬。我的门禁卡、工资卡怎么全被冻结了？你把我从江氏除名了。你递交辞职信之前，我先替你办了手续。你凭什么？凭你2年间经手的6份合同，每一份都有复印件流到苏曼婷手里。凭你上个月用公司邮箱给程家岩发过江氏内部报价单，还要我往下念吗？你查我邮件？顺手查的不止你，江氏所有部门负责人的邮件往来我全过了一遍。你的问题最大，别人的小问题我暂时压下，这个处理你满意吗？江南，你以为你赢了？笑话！程家岩和苏曼婷早就已经联手。程家岩用3家空壳公司收购江氏散股，目前持股7%，资金来源是苏家的关联账户。苏家和程家岩联手，打算趁江宏远出事低价吃进江氏，对吗？你知道？我知道的比你多。周瑞，你帮苏曼婷也好，帮程家岩也好，我不在乎。但你记手的每一份文件，法务部都存了底。经侦那边要是缺材料，我随时可以补一份。你到底想怎样？程家岩那3家空壳公司，你是京城人之一，你现在走，我不拦。经侦传唤那天，别指望我替你说2个字。你来干什么？看我笑话？上车。取保候审是你办的？江氏法务部办的，用的陆家的担保。有话上车说。那份信托是怎么回事？你知道了？谁告诉你的？谁告诉我的不重要，我只想要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你妈那笔信托不是我本意，苏家当时说……苏家说什么？苏家当时说，你妈那个信托只挂名不改受益人，所以你信了？合同上白纸黑字确实没改名字。那现在受益人是谁？苏曼婷的父亲苏国良。楠楠，你什么？你跟我说来不及了，还是我也是被骗的？那是我妈给我留的最后的东西，5亿，你就这么拱手送人了？为什么现在才说？楠楠，我对不起你。你对不起的不是我，是我妈。你的签名也在上面。他们跟我说只是走个流程。走流程？你签了字儿，把5亿送人，现在跟我说走流程？楠楠，我不想看着江氏完蛋。你已经把他架在火上烤了3年，现在火灭不灭，轮不到你来决定。信托的事情，他已经全知道了。知道了又怎样？他拿到了原始合同。你最好祈祷他查不到太多。
妈，你放心，这笔账我一定替你好好算。江总，网上都说江氏要破产，现在我们的股价已经跌了12%了。现在供应商都已经堵在大门口了，记者也来了好多。钱呢？10亿，下午3点分批到账。不要分批，一次性到账，公开转账记录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让记者和供应商去大厅，10分钟后我下去。你要亲自见他们？我不见，难道让苏国良替我见？江小姐，江氏是否资不抵债？你父亲江宏远违规担保是不是真的？我们的货款什么时候结？江氏没有资不抵债，陆氏集团10亿注资已经到账。10亿！谁再传江氏破产，法务部会发律师函。至于货款，今天下午我们会全部结清。那您父亲的事儿？我父亲的事，经侦会查，轮不到苏家替天行道。10亿！陆景琛是疯了吗？苏总，我还有一张牌。什么牌？2年前，江宏远私下把江氏一块地的开发权卖给了您的公司，价格低于市场价40%，合同上有江宏远的签字和公章。你想要什么？我要江南那张脸。成交。小丫头，你真以为陆景琛能保你一辈子？苏家明天上午10点要放一份你父亲签的卖地协议。明天9点半，我会要让这份协议变成废纸。苏国良让我转告你，你扛下所有罪名，他保你3年后出来。他亲口说的。荣华富贵一样不少。你妈走的那天晚上，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。她说：“江宏远，你要是敢让我女儿受一点委屈，我死了都回来找你。”我没做到。现在说这些有用吗？给我纸和笔。你知道这个交上去意味着什么？知道，苏国良出不来了。你也出不来了。爸这辈子没为你做过什么，这次让我做一回人。你就这么信我？我不信你，我信你妈。保重。楠楠，下辈子爸还你。江宏远突发心脏病，送市中心医院了。医生说是情绪剧烈波动引发的心梗。他回监室之后，有人从门缝塞了一张纸条进去。纸条上写了什么？这是看守所监控拍到的画面。塞纸条的人戴着口罩，看不清脸。有人用我来刺激他。知道他心脏不好的人不多，苏国良是一个。苏国良，病人脱离危险了，但需要静养，不能再受刺激。你父亲命大，下次不一定。是苏国良。这不太像苏国良的作风，应该是苏家背后那人的手段。苏家背后还有人？我查了3年，苏家每年有2个亿去向不明，进了一家离岸公司。公司的老板3年前是苏国良的商业顾问。叫什么？沈玉。苏家背后的人原来是他。沈玉3年前注销了所有公开身份，现在人在境外，很谨慎。苏国良明天上午10点开记者会，主题是江氏非法低价转让资产。苏氏公关部已经群发了媒体邀约，邀请函里配了合同截图，签字页上有江宏远的签名和公章。苏国良手里那张合同要是真的，他不会等到现在才拿出来，只有一个可能，签字页被换了。至于明天的记者会，我会亲自替他开。
苏总，记者都到齐了，可以开始了。那是江南。江小姐，这是苏氏的记者会，不欢迎江家人。苏总要公布江氏的黑料，我这个当事人不来，戏怎么唱？保安呢？把他请出去！苏总，现场这么多记者，您确定要动粗吗？江南，你想干什么？帮苏总的发布会加点料，毕竟半份合同太干巴，观众看不明白。这块地3年前被环保部门检测出重金属污染，治理成本1亿2千万，市场评估价本身就比正常地块低了4成。那江宏远的签字你怎么解释？这就是解释。董事会记录写得清清楚楚，售价是结合污染治理成本后的公允价格，5名董事全票通过。还有这份纪要，相关部门都备了案。那苏总手里的合同为什么写的是远低于市场价？这要问苏总，为什么苏总手里的合同和我手上这份董事会纪要对不上？对不上？合同就是江宏远亲笔签的。签在哪一页？合同一共12页，前11页是条款正文，第12页是签字页。苏总手上那份合同的签字页和原始存档的编号对不上，为什么？因为签字页被替换了。苏总，您能回应一下吗？合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这个黄毛丫头拿几张纸就想翻案，江宏远自己都认罪了。江宏远认的是违规担保，不是这份假合同。苏总，伪造证据，你知道要判几年吗？今天上午8点，这份所谓的卖地协议，我已经作为苏国良伪造文件的证据提交经侦，经侦的回执就在这里。苏总，您召开记者会之前有没有核实过合同真伪？他说不出来，因为他早就知道这份合同是拼凑出来的，他只是没想到有人会在他的记者会上把原版摆出来。江南，你等着，苏家不会就这么算了。苏总，你要算账，我等你。不过下次见面，你站的地方可能就不是记者会了，是被告席。江小姐，都给我滚出去！给周瑞打电话，现在马上！苏总，周蕊他关机了。机场那边的人说，周蕊买了今晚飞国外的单程机票。给我捅了这么大的篓子，他竟然还想跑！去，给我找人，花多少钱都行，让人在机场把他拦下来。是。周小姐，苏总让我们来接你。合同的事儿，苏总很生气，让你回去当面聊。别碰我！我不跟你们走！这人谁啊？脸上怎么了？不知道，看样子是被打了。你们放开我！苏国良凭什么拦我？那份合同是他自己要公布的。周小姐，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。苏总说了，这个雷你自己扛。他说让我扛。给我解释解释，这一切是怎么回事？评估报告、董事会纪要，这2样东西不应该在他手里。不应该，他都当着20多家媒体的面放出来了，我这张脸都被你给丢尽了。你到底是不是江南的人？假合同是你调出来的，签字页是你换的，然后他拿着原件来打我，你俩给我唱双簧呢？我没有，苏总，我脸上的疤就是江南害的，我比谁都想看他死。那你说原件他怎么拿到的？档案室，江南上任后在档案室翻了3天3夜，他一定是在那时候发现了编号对不上，顺藤摸瓜找到了原始存档。你现在说这个有用吗？相关部门明天一早会去你家，那份假合同上全是你的指纹和签名，
你扛也得扛，不扛也得扛。苏总，合同是你……是我什么？有录音吗？有字据吗？你扛下来，我会在外面给你请最好的律师，最多3年就能保你出来。你要是不扛，把他看好了，明天之前不许他碰手机，不许他见任何人。沈总，记者会的事您听说了？听说了，苏国良真是没想到，你竟然连一个丫头都斗不过。这次是周蕊办事不力，人我已经控制住了，假合同的事他来扛。扛什么扛？江南已经把线索提交有关部门了。霸床心率过速，准备除颤。我爸在里面抢救，动手的人一定还在附近。我的人在走廊死角发现了一个针管，化验后发现里面残留的是一种注射后可以让人昏厥的药剂。患者抢救过来了，这次我们加派了护士值守。今晚的值班护士哪个是临时调来的？有一个今天早上报道的，说是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借调过来支援的。人呢？刚才说去药房取药，这都快20分钟了，还没回来。放下！你们没证据，没证据就不能抓我！你放在柜子里的药瓶，化验室正在做比对，10分钟出结果，到时候抓你的可就不是我们了。我没办法，他说做完会给我50万，还会送我出国。谁让你这么做的？我不知道他叫什么，每次见面他都会戴口罩，声音也压得很低，钱也是现金装在信封里给我的。你们怎么联系？他用一次性手机给我打电话，打一次换一个号，见面地点全在车里，车窗全黑，每次他都会换不同的车。你知道吗？光这2样东西就能让你坐很多年的牢。那个人告诉你，只是让心跳快一点，不会死人，对吗？对，他说病人只是证人，拖一下时间就行。你知道今天下午我爸在 ICU 里被除颤仪电了2次吗？心率过速，差点没拉回来，这叫不会死人。你觉得他知道你会被抓，还会留你活口吗？他会杀我。他连江宏远处心积虑都要除掉，你一个经手人，他凭什么留？我说，所有事我都说，我记了我们2个人2次的见面地点，还有他的车牌号，将这些写在纸上。我签了。你可要说到做到啊！沈玉的人来找你灭口之前，你会在安全的地方。他是尔，沈玉知道他被抓，一定会派人灭口。跟踪已经布好了，只要有人接头，立刻取证。虽然沈玉不露面，但他派的人会露出尾巴。这么晚了，表姐找我有事。听说你今晚在医院守夜，我爸在你家门口泼的脏水，我总得来帮忙擦一擦。你有沈姨的东西？我没有，但有一个人有。程家言，苏国良让他经手过3家空壳公司，每一家的资料他都留了底。之前他不敢拿出来，因为沈玉的人盯他盯得紧。现在周蕊被苏国良关了，下一个就是他。程家言联系你了？他没脸联系我，但他订了一张飞国外的机票，行李都收拾好了。一个准备跑路的人，手里的东西肯定不想带进棺材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沈姨在背后出了多少主意，我要程家言亲口说出来。你拿证据扳倒沈姨，我拿口供送我爸进监狱，各取所需。行，谢谢你。苏曼婷这时候冒出来，是巧合？不是巧合。今天记者会上，苏国良被打脸，全网热搜挂了一下午，带走那天的新闻刷了全网热搜。苏曼婷看见了，她知道苏国良要倒了，所以她想要补最后一脚。那程家言？程家言手里有没有沈玉的证据，苏曼婷说了不算，但他有一点没骗我。周蕊被关，程家言一定在准备跑路，否则下一个倒霉的就是他。他果然在跑。走，一起去机场拦住他。程家言！周蕊被苏国良关进地下室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那你也该知道，下一个就是你。沈玉的人能在医院给江宏源下毒，你觉得机场他们就进不来？我留在国内只会死得更快。你现在上飞机，到了国外就是失踪人口。沈玉在外面有多少人，你比我清楚。
你什么意思？周蕊替苏国良扛了假合同的事，现在人被关在地下室，等相关部门上门。苏国良要灭我口？你手里那3家空壳公司的资料是沈玉洗钱的证据。周瑞被抓，下一个就轮到你，你自己选，是被沈玉的人从飞机上拖下来，还是把证据交给我，我保你活着。你凭什么保我？凭陆家的法务团队已经在收集证据了，你交出证据就能获得宽大处理。宽大处理总比死了强，你自己选。你会帮我争取从轻？你交出全部证据，没有保留，我一定会帮你争取。沈玉和苏国良这7年做的每一件脏事的证据都在这里面。我会让律师帮你争取从轻，你走吧。你这就放我走了？你已经没价值了。江南，你变了很多。他会不会再搞鬼？不会，沈玉的通话录音也在里面，他把自己也交出来了。交出这些，他就没有退路了。什么事？U 盘里的录音，有一段是我爸和沈玉商量怎么转移我妈信托资金的对话。我听完之后，做了一个决定。什么决定？明天苏氏董事会，我要求我爸交出董事长位置，顺便他的那些烂账，我也会一并交出去。苏国良不会交，那就别怪我不念父女情分。苏曼婷要夺权？他不是夺权，是复仇。苏国良卖了他18年，他要苏国良活着看他坐上董事长的继位。你进来干什么？这是我家，我凭什么不能进？董事会决议草案，你主动去辞去董事长职务，保留名誉董事头衔，然后再转让15%股份给我。你疯了！我很清醒，今天下午相关部门已经开始查了，你的名字在名单上排第2，仅次于沈玉。查了又怎样？沈玉那边已经安排好人顶罪了，假合同的事周蕊扛，洗钱的事自然也有人扛。那这个呢？沈总，江宏远那8000万担保合同我已经补签好了，他本人不知道。你哪来的录音？程家岩给的，不止这一段。你和沈玉这7年每一通电话，程家岩都留了配分。你想怎么样？签了这份协议，明天董事会你主动让位，我对外宣布父女同心，保你体面。你可是我女儿。你卖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起我是你女儿？18岁那年，你为了3000万订单，把我送进那个50岁男人的酒店房间。你当时就跟我说，曼婷，忍一忍，这一切为了苏家。可那笔订单救了苏家，救了苏家，救了苏家。那笔订单的钱全进了沈玉的离岸账户，苏家账上1分没留。你卖我是为了讨好沈玉。爸，你教我做人要狠，我学会了，签字吧。我要是签了呢？你继续住在苏家别墅，对外还是苏氏的名誉董事，我会让人伺候你，保你晚年无恙。要是我不签，明天董事会上这段录音会放给所有人听，到时候你不仅丢董事长的位子，还会被有关部门带走。爸，谢谢你教会我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对敌人的仁慈，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苏董，今天临时召开董事会，到底什么事啊？今天叫大家来，是宣布一个决定。我因个人健康原因，申请辞去苏氏集团董事长职务，同时，我提议由苏曼婷接任董事长。苏董，这也太突然了！各位叔叔伯伯，我爸身体确实需要休养，我和我爸商量过了，
他辞去董事长之后，保留名誉董事头衔。公司重大决策，我会征询他的意见。苏小姐，你接管苏氏，江家那边怎么办？江南现在可是跟苏家水火不容。请大家给我3个月时间，我会拿出新的战略方案。同意，同意。谢谢爸的信任。从今天起，苏氏进入新时代，我向大家保证，苏氏不会辜负各位的信任。等一下，还有一件事需要各位表决。苏国良先生在过去3年间未经董事会授权，擅自将苏氏旗下3处商业地产以低于市场价40%的价格转让给沈毅名下的离岸公司，总计造成苏氏资产流失4.7亿。这份是银行流水和转让合同复印件，原件我已经提交给了有关部门了。苏国良，你疯了！表决吧，罢免苏国良名誉董事头衔，追回全部非法转让资产。你答应过我，会保我体面。爸，这还是你教我的，对敌人的仁慈，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苏总，外面有位客人要见您，说是姓沈。沈玉？不是，是个年轻女人，说自己是叫林卫的。让她进来。苏总好，我叫林卫，沈玉先生的私人助理。沈先生托我转交一份东西给您。为什么送到苏氏的董事会现场？因为沈先生猜到今天的董事会苏总会赢。这份请柬是贺礼。沈先生说，苏总和江南联手扳倒苏国良，这出戏很精彩，但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。沈先生希望苏总到时候能坐在前排，看完全场。沈毅请了江南吗？江南小姐那边，沈先生另有安排。苏总只需要知道，周6晚上该到的人都到了，该了的事也该了。沈毅说另有安排，那就是江南也收到了请柬。2个人，沈毅这家伙究竟想干什么？沈玉同时给你和苏曼婷发了请柬。他藏了这么多年，终于肯露面了。这是个圈套。圈套摆在明面上，那就是战书。他是想看我敢不敢接。你接吗？不但接，我还要坐到第1排。他不是请我看戏吗？那我就坐到他面前，让他好好演。沈毅，当年你躲在苏国良身后动我妈的信托，现在你自己站到台前，就别怪台下的人往台上扔东西。沈玉的人在停车场查了我的车，翻开后备箱看了3遍，我也被查了。他是在防我们带证据进场。你带了吗？这年头，谁还把底牌揣在兜里？江总，听说你和苏总最近有合作。江氏和苏氏是世交，我和苏总从小一起长大。至于外界的那些传闻，今晚之后自然会见分晓。下面进入今晚的拍卖环节，第一件拍品，明清青花瓷瓶，起拍价300万。今晚的压轴拍品，苏氏集团名下商业用地开发权，起拍价2000万。这块地是我爸转给沈玉的3块地之一，他今天竟然拿出来拍卖了。他不是拍卖，是洗白，在慈善晚宴上公开落锤。这块地在商业上就会被重新定义，他会说这是苏家自愿捐的善款。3000万，4000万。江小姐好魄力，不过这块地是我替朋友拿出来做慈善的，你再买回去，岂不成了物归原主？沈先生是生意人，拍卖场上价高者得，5000万，8000万，1亿。他不是刚和陆景琛联姻吗？这视频里的男人是谁？沈先生，这段视频拍摄日期是几号？本月15号晚上10点20分。巧了，那天晚上我在陆氏集团总部参加联合董事会，
陆氏37层的监控和12位董事都可以作证。沈先生，你的人是不是蹲错了楼？看来江小姐有备而来。彼此彼此。沈先生请我看戏，我总得戴好眼睛。不过沈先生教了我一件事，下次要污蔑人，得先查查他不在场证明。只是破了我的第一招而已。江南，今晚的戏才刚开场。他下一步要动你了。动我？视频是用来拖住我的。他真正要对付的人是你，因为你手里有苏家全部的账目。苏总，沈先生的助理林小姐，请您到后台休息室，说有事相商。去，让他以为你中了调虎离山。你呢？我等他出第二招。江小姐，苏总走了。沈先生特意支开他，是有什么话不方便当着他的面说。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省力。和沈先生之间有什么合作可谈？今晚的拍卖只是个预热，我真正想跟江小姐谈的是一桩合作。你母亲的信托，那笔信托的受益人变更是怎么发生的？你父亲为什么签字？苏家在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？这些我都可以告诉你。条件呢？很简单，江氏和陆氏的合并计划暂停3个月。沈先生，你搞错了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妈的信托我自己会查，你的条件我不接受。还有，你用我妈的事跟我谈条件，这让我很不高兴。江南，你越不高兴越容易犯错。苏总，请坐。沈先生有什么话直接说就行。沈先生说，今晚的事与苏总无关，那块地的拍卖纯粹是商业行为，没有针对苏氏的意思。没针对，苏家的地被沈玉拿出来拍卖叫没针对。那块地已经不属于苏家了，转让手续合法合规，沈先生有权处置。合法合规？林小姐，这份合同是你经手的，转让价格低于市场价40%，你作为经办人签字，有没有觉得心慌？从哪儿弄到的？苏国良书房案歌里不止这一份，3块地的合同原件每一份都有你的签名。沈玉把所有的干办责任都压在你头上，你知道吗？苏总，你在挑拨我和沈先生的关系。我只是在告诉你事实。你跟着沈玉3年，他让你签了多少字，经手了多少合同。一旦出事，所有文件拿出来，第一个被推出去的人是谁？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你替他做了所有脏活，到头来他连带你走的计划都没有。林小姐，我可以给你一个选择，把沈玉今晚真正要做什么告诉我，将来有需要的时候，我给你留一条退路。沈胜今晚的目标不是江南，他的目标是苏家的剩余资产。今晚他安排了人去苏氏总部，趁你不在，黑了苏氏的内部系统。今晚过后，苏家的一切都将在他面前暴露无遗。江小姐，刚才的事是我唐突了。沈先生追到露台来，不会只是为了道歉吧？我是想跟你讲个故事。 20年前，你母亲还在世的时候，江氏集团是这座城市最强的商业帝国。苏家依附江家，陆家仰仗江家，所有人都在你母亲的羽翼下分一杯羹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你母亲去世之后，江氏才开始被人蚕食。你父亲的软弱只是原因之一，真正的原因是，有人在等你母亲死。 等了很久。苏国良是执行者，我是中间人，但真正在幕后看着这一切发生的人，不是我。名片上的人认识你母亲，也许他能告诉你背后的一些真相。你为什么要把这些告诉我？因为我不想当那个人的弃子。你查他，就是在帮我。乔几年，我妈生前的私人财务顾问。 查到了，乔锦年，20年前是你母亲的私人财务顾问，5年前从金融圈消失，3年前以顾问身份重新出现在玉衡资本。玉衡资本是沈玉控制的，不止。沈玉今晚拍卖的那块地，穿透3层持股之后，最终指向一家境外公司，公司的注册代理人姓乔。所以那块地从头到尾就没离开过乔锦年的手。沈玉拍卖的是乔锦年托管的东西。 还有一件事，乔锦年5年前消失的那段时间，和你母亲信托变更的事情是同一年的同一个季度。妈，你生前最信任的财务顾问，在你死后1年和沈玉搅在一起，你那份信托，他到底接没接手？明天我去见乔锦年。沈玉把他的名字给你，是想借你的手挖出乔锦年。不管沈玉打什么算盘，乔锦年都是我妈的人，他欠我一个解释。乔先生，江氏集团的江南女士来访，没有预约。 请他进来。
我是你母亲的财务顾问，也是她生前最信任的人之一。说起来，你小时候啊，乔先生和我母亲很熟，那你应该清楚我母亲那份信托的情况。那笔信托的原始受益人被你父亲做了变更，具体怎么变的，你应该去问你父亲。我问了，他说当时有人告诉他，只挂名不改受益人。那个人是不是你？江小姐，你说的是涉及很多年前的旧账，我年纪大了，记不太清楚。那我来帮您回忆。沈玉通过3家空壳公司收购江氏散股，那3家公司的注册地址和玉衡资本的前办公地址是同一个门牌号，而玉衡资本3年前的法人代表是您。你母亲是我见过最好的人，她那份信托，我当初建议她不要设可变受人条款，但她信你父亲，也信苏家。后来发生的事儿，我很遗憾。遗憾？您知道有问题，却没有阻止。你想查，我可以给你一条路。沈玉背后还有一个人，几年前是他找到我，让我加入玉衡资本。沈玉的所有资金流，最终都流向这个人。他和你母亲之间似乎有过节。这个秦先生在哪能找到他？我找了3年都没找到。不过他最近对江氏和陆氏的合并案很感兴趣。你守住江氏，他迟早会来找你。江小姐，小心你身边的人。秦先生最擅长的是把人变成棋子，沈毅是棋子，苏国良是棋子，你父亲可能也是。若兰，你女儿比你想象的难缠多了。当年你让我护着她，现在她不需要任何人护着了。乔景年说的话可信吗？半甲承认了秦信托的事，但把责任全推给我爸和苏家。他说秦先生和我妈有过节，却不肯说具体是什么过节。他在保护自己。沈毅3年前在你母亲去世后1个月，在江氏旗下的一家子公司灌职过3个月。我妈去世后1个月，那3个月他接触了江氏大量的人事和财务数据。如果沈毅是秦先生的人，那秦先生对江氏的了解比我们想象的深得多。表姐，江南，来不及解释了，你快来苏氏集团。好。怎么了？苏曼婷让我去苏氏集团，她应该是在林卫那里得到了很重要的消息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立即出发。好。表姐，什么事？晚宴那天，林薇告诉我沈毅要黑苏氏系统，我连夜赶回总部。技术部说被偷走的是苏家全部资产的扫描件。沈玉要资产扫描件做什么？因为我妈留了一手，凡是我爸转让出去的核心资产，每一份合同都被我妈偷偷加了补充协议。只要苏氏申请破产清算，权益自动回归苏家。沈玉拿到的那3块地全被锁死了，他黑进系统就是要搞清楚苏家还有多少资产被我妈加了这种锁。你妈防的不只是沈毅，他防的是我爸。我爸签主合同的时候，从头到尾不知道有这些附件。你看，他们认识，我妈从来没提过，我妈也没提过，但他们把证据一起存到了阿国。这个标志是阿尔国银行。你妈去世前3个月去过阿尔国，刚收到消息，沈玉订了明天一早飞阿尔国的私人飞机。他要抢在我们之前拿到证据。他拿不到。我母亲的保险柜除了钥匙，还需要本人生物信息。他就算飞到阿尔国，也打不开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订最近的航班。不急，让他先飞。他到了发现打不开，才会暴露更多。若兰存了证据在阿尔国，钥匙是曼婷的生日。妈，你到底存了什么？要让苏家和沈玉都这么紧张？查到了，阿尔国银行那个保险箱是你母亲去世前3个月开的，开户时留了3重验证钥匙、指纹，还有一句话密码。什么话？银行只记录了一串代码，翻译过来是：曼婷18岁那天，若琳会告诉她。我18岁那天，我妈已经去世2年了，所以她没来得及告诉你，但她相信你会找到。前往阿尔国的航班开始登机。走吧，去把我妈藏了20年的秘密挖出来。江若兰女士的保险箱已经20年没有人来问过了。我是她的女儿，这是死亡证明、亲属关系公证，还有保险箱钥匙。钥匙是真的，
但根据开户协议，还需要指纹验证和一句话密码。密码是曼婷18岁那天，若兰会告诉她，我今年28了。请跟我来。指纹验证。这个保险箱在过去3个月里被人申请开箱2次，申请人的身份能查到吗？只留了公司名称玉衡资本。沈玉已经试了2次了。这就是江若兰女士存放的全部物品，请验收。这是我妈、你妈还有我们。我妈从来没给我看过这张照片。先看证据，这里面记录的不只是苏家的资产转移，还有我妈信托被改的完整资金链。那是谁？最初提议变更受益人的人，不是苏国良，不是乔锦年，是谁？秦若川。秦若川，乔锦年说的那个秦先生。秦若川是我母亲的亲弟弟，我的亲舅舅。你妈有弟弟？从来没听你提过。我在我长大后也没见过他。秦若川在你母亲去世前半年，以财务顾问身份接触苏国良，提议变更信托受益人，理由是若兰的遗产不该只留给一个孩子，应该分散投资，让更多人受益。分散投资？他是想分散进自己的口袋。那你妈知不知道？我妈如果知道，不会让他得逞。我猜，我妈就是在那之后开始怀疑，才来二国存了这份证据。听听里面录了什么。若川，你是我亲弟弟，我信任你，但这份信托是我给楠楠留的唯一保障。姐，我没想动，我只是建议你考虑一下，万一江宏远靠不住，至少还有我帮楠楠看着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找了律师，信托受益人谁都不能改。好，姐，你说了算。他嘴上说好，可转头就去找了苏国良。乔锦年说他找了3年没找到，现在总算知道为什么。因为他根本不想被找到，他拿了我妈的信托躲到幕后，让苏国良和沈玉在前面冲锋。这里面还有东西，秦若川和沈玉的资金往来记录，过去20年，秦若川从沈玉手里累计拿了4亿2千万。沈玉的钱是从苏家抽的，所以到头来是我舅舅联合外人抽空了我妈的家族企业。江小姐，好巧。你们先走。不行，他不敢在这儿动手。二国银行周围全是监控，你们带着证据先走，我拖住他。东西拿到了。沈先生不是已经猜到了吗？我劝过秦若川不要动你母亲的信托，他不听。你劝他？你们不是合伙人吗？合伙人？我是他养的一条狗，他喂了我20年，我替他咬人。但现在他要把我也推出去顶罪，像推苏国亮一样。所以你把我引到二国，不是为了抢证据。我是要你知道真相，秦若川才是你真正的仇人，苏国良是他的一颗棋子，乔锦年是他的一颗棋子，我也是。你想让我帮你对付他？不是帮我对付他，是帮你自己。秦若川手里还有一份你母亲的遗产，你猜是什么？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？这里是秦若川这些年所有犯罪证据的完整配分，包括他指使苏国良转移资产，指使我洗钱，指使乔锦年伪造合同，全部录音、转账记录、邮件往来。你要用证据换什么？保命！我把这些交给你，你帮我争取从轻处理。证据是真的，我帮你；如果是假的，如果是假的，你送我和苏国业一起牢底坐穿。沈月，你涉嫌犯罪，现依法对你采取强制措施。沈先生说的是真的，秦若川下周会回国，他的目标是江氏和陆氏合并后的新集团。沈玉没骗人，这里面有秦若川和乔锦年20年的往来邮件，还有秦若川亲笔签名的各种担保书、授权书，加上银行保险管理的那些，足够把秦若川送进去了。不够，这些证据只能证明秦若川参与了资产转移和洗钱，但证明不了他是主谋。他可以把责任全推给沈玉和乔锦年，反正沈玉已经认罪了。补充材料存于秦若川二国私人保险箱，编号 X0721。你妈连他的保险箱都查到了，但我们进不去秦若川的保险箱，需要他的指纹和密码。不用进去，秦若川下周回国，他的目标是江氏。等他回来，我们让他自己把证据交出来。江南，秦若川是你亲舅舅，你下得了手？他动我妈信托那天，就不是我舅舅了。沈玉的认罪协议已经递上去了，他愿意出庭指证秦若川，条件是刑期不超过5年。同意了，
但要加一条，他必须交出秦若川在境外的所有资产明细。这条可以谈。另外，秦若川入境的时间已经确认了，下周3上午10点，直飞本市。他一落地，我们就申请对秦若川采取措施。不急，让他入境，让他觉得一切都还在掌控中。江小姐，秦若川背后可能还有人。什么意思？沈玉提供的资金流向里有一笔账对不上，秦若川从沈玉手里拿的4亿2千万，有将近1亿流进了一家离岸公司，公司的最终受益者不是秦若川，又是离岸公司。秦若川背后还有人，而且这个人的级别比秦若川高得多。秦若川背后的人是谁？和我妈的恩怨有什么更深的内幕？ Flight MU736 from Tokyo has arrived. 他老了，但是和我妈长得却还是很像。先回酒店，下午约乔景年见面。秦若川，你涉嫌跨国经济犯罪，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，请配合调查。我配合，但我需要先给我的律师打个电话，到了警方再说。楠楠，你都长这么大了。秦先生，我们不熟，叫我江总。你妈要是看到你现在这样，会很欣慰。我妈要是看到你现在这样，会更欣慰。秦若川，这是江若潭信托变更案、苏氏资产转移案、沈毅洗钱案的相关证据，你看看吧。你把沈毅策反了？他用证据换减刑，苏国良也认了。乔几年还在里面写材料。你比你妈狠。我妈就是太不狠，才会被你钻了空子。你不想知道你妈和我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她大我8岁，一手把我带大，供我读书。后来她嫁给你爸，创立江氏，让我做财务总监。为了避嫌，她自己改姓为江，让我姓秦。我帮她管了10年钱，一分没贪过。但你妈不信任我，她把所有股份都写在你自己名下，连信托都不让我碰。我为她卖命10年，她连一句谢谢都没说过。所以你就要抢？那不是抢，那是拿回我应得的。注意态度。我认，所有事儿都是我做的，但你得回答我一个问题。说。你妈保险箱里的证据是谁告诉你的？我妈自己，她把证据存了20年，等我长大。她早就知道我会动手。她一直知道，她只是希望你不会。敬我们沈玉认罪，秦若川被抓，苏国良等着开庭，20年的账，3个月清完。敬我妈，还有林姨，他们在天上应该能喝一杯。但律师说的那个人还没找到，那个让秦若川流出1亿的离岸公司。我查了那家公司的资金流向，最终接收方是一个叫丰裕资本的机构，注册地在境外。穿透3层之后，法人代表的名字是谁？姓李，叫李维成。李维成，62岁，30年前是你母亲的商业合伙人，后来因为理念分歧分道扬镳。你母亲去世后，他消失，3年前以丰裕资本的名义重新出现。他和我妈是什么关系？资料里没有详细记载，但有一条，李维成离开江氏的时候带走了一份你母亲签的协议，协议的内容是江若兰将江氏集团15%的投票权委托给李维成代为行使，期限30年。30年？那到期时间是什么时候？今年，下个月。也就是说，下个月开始，李维成可以合法行使江氏15%的投票权。不出意外的话，秦若川手里的那31%的创始股份控制权也在李维成手里。加上那31%的股权，李维成一个人就能掌控江氏将近1半的投票权。他要来了。股东大会的议程已经定了，到时候他会正式提出行使投票权。那就让他来。股东大会是战场，也是擂台。他打了30年埋伏，我等了他3个月。妈，
你当年签那份协议的时候，一定很信任他，但人和信任都是会变的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从江氏拿走1分1毫。查到了，30年前，李维成替你母亲挡过一刀，右腿残废。你母亲立下遗嘱，给他15%的代持投票权，为期30年。好一招苦肉计，挟恩图报30年，他现在还不满足，这老狐狸胃口大得很。这是我动用苏家地下线人截获的。李维成回国第一件事儿就是去见了秦若川的旧部，他手里不仅有15%的投票权，还伪造了秦若川31%的股份转让书。只要明天的股东大会，他把这2样东西砸出来，江氏就会直接易主。那也得看他有没有命吞得下。这办公室装修的不错，不过年轻人坐在这个位置，容易高处不胜寒啊。不在海外养老，跑回国来吹冷风，也不怕闪了腰。怎么跟程爷说话呢？江氏集团什么时候轮到一条狗来狂吠了？退下！楠楠到底还是个孩子，不懂规矩。我这个做长辈的自然要包容。安保部带人上来，把这个乱拍桌子的东西连人带东西扔出大厦。程爷，这江南打狗还要看主人。我不仅打狗，连带着把狗链子也一起砸了。这里是江氏。喂，放开我！好得很，翅膀硬了，就是不知道你这硬气能不能撑过明天的股东大会。李老放心，我给您准备了厚礼。楠楠，你和你妈当年一样聪明，但你知不知道，你妈当年就是死在太聪明上。明天见，好侄女。母亲的病发果然不是意外，这群吸血鬼一个都别想活。别急，好戏才刚开场。江总，李维成刚才私下给了我50万，让我把这份假的财务报表在会前发给他。那就让他带着这份底气下地狱吧。程爷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苏家现在虽然不比当年，但我手里那点股份在明天的会上足以成为压死江南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苏董跟江南不是刚刚联手整垮了秦若川吗？怎么这就分赃不均了？江南那个黄毛丫头过河拆桥，我要城东那块核心地皮，她居然拿环保评估卡我。程爷，只要您签字把地皮划给我，我苏曼婷明天就为您马首是瞻。苏董果然随了你父亲苏国良，唯利是图的让人放心。合作愉快，程爷。搞定。李维成用来接收秦若川海外洗钱资金的3个离岸账户，已经全部被我设下的木马锁死。48小时内，他1分钱都动不了。但他为了明天的股东大会绝对控股，一定会动用丰裕资本的底仓，账户锁死，他只能去借过桥资金。巧了，半小时前，一位神秘的海外华侨刚刚通过7层壳公司向他抛出了10个亿的短期贷款橄榄枝，利息高的吓人，但他没得选。毒药贷款一旦违约，丰裕资本连带他名下的所有资产都会被强制清算。为了江小姐，我可是把家底都掏空了，这笔怎么还？等我拿回江氏，整个江城的商圈都是你的聘礼。程爷，今天过后，这江氏的招牌可就该换新了。走，去会会咱们那位前任董事长。各位，江南上任以来好大喜功，导致公司股价持续动荡。今天我以15%代持投票权，以及秦若川名下31%股份代理人的双重身份，合计46%的绝对控股权，正式动议罢免江南董事长职务。我复议，江氏需要程爷这样稳重的老将。我也复议。楠楠，我这也是为了保住你母亲的心血，你还年轻，签了退出协议，体面点走吧。您是不是老糊涂了？忘了这江氏到底是谁打下的江山？这是昨晚李维成意图将江氏城东核心地皮以低于市场价60%的价格贱卖给苏氏的利益输送合同，上面可是有您老人家亲笔签名。原来昨晚是你们3人联手给我下了套，看来是我看走了眼。不过那又怎样？就算这份合同是真的，
只要我手里有这46%的投票权，我就是绝对的大股东，我有权处置公司资产。当年我母亲与你签下15%代持协议的补充条款，条款明文规定，若李维成有任何联合外资转移资产、损害江氏核心利益之行为，该15%投票权立刻自动作废，且其名下所有江氏分红需按10倍赔偿江氏。不可能！江若兰当年对我感恩戴德，怎么可能留这一手？我母亲信你，但不傻。这15%，你一分都动不了。就算没有那15%，我手里还有秦若川的31%，我仍然是最大的股东。江南，你今天必须给我滚出这里！李维成，你涉嫌巨额洗钱及伪造股权转账书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误会，巡捕同志，我只是代持股份，秦若川洗钱的事儿我根本不知情。是不是误会？查查昨晚汇入你海外账户的那笔10亿过桥资金就知道了。那笔钱，正是秦若川当年非法掏空江氏的赃款。那笔过桥资金是你放给我的，你给我下套！你不仅谋财，还害命。既然你提到了我母亲，那我们就把旧账算清楚。秦若川那个蠢货，随便挑拨几句就跟若兰离了心。那药我已经换了，若兰的心脏撑不过这个月，江氏早晚是我们的。这录音哪来的？我明明清理了所有痕迹。这是我母亲临终前察觉到身体异常，强撑着最后一口气在病床下藏的录音笔。你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，其实她到死都在为我铺路，等着今天把你送进地狱。李维成，证据确凿，有什么话回局里说吧。送我进地狱？江南，你以为扳倒了我你就赢了？我不过是个看门狗。你什么意思？把话说清楚！我母亲的死还有谁参与了？当年要你妈死的根本不是我，也不是秦若川，我们这些人加起来也不配让那位起杀心。京圈顾家，你母亲当年不仅是江氏集团的掌门人，还是一位世界知名的新能源技术专家。当年她研发的新能源核心技术挡了京圈顶级门阀顾家的财路，那是上面下达的绞杀令。秦若川、苏国良还有我，都不过是那庞然大物丢在地方上的几条恶犬罢了。老实点，上车。京圈顾家。彼岸花，顾家居然连这枚死尸令都动用了，难道当年那件事真的和他们有关？怎么了？这硬币有什么问题？没什么，一个老物质。看来江城的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。前台说这是1个小时前同城闪送来的，指明由我亲接。好一个京圈顾家！既然你们发了请帖，这趟京城我江南接了。你就是江城来的江南，我是顾家的附属家族赵家的公子赵子夜，上车吧，我代表赵家来接你。京圈赵家就穷的只剩这堆破铜烂铁了。在京城，你个外地土包子只配做这个，别给脸不要脸。景琛，打车，这车有股给顾家当狗的骚味儿，我晕车。臭婊子，等会儿有你哭的。各位，这是我们赵家即将发布的最新能源核心部件，技术京城第一。不像某些外地来的暴发户，以为有点钱就能进京城撒野。当年你妈江若兰就是不识时务，才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。赵少，这部件用的是稀有金属 R 矿石吧？算你有点见识。很不巧，10分钟前，江氏和陆氏的合资公司刚完成了对南非最大 R 矿石的独家商业买断。从现在起，赵家的供应链断了。你唬谁呢？就凭你？你竟然真的切断了货源！
工厂全停了。没有材料，你的核心部件不过是块废铁。江若兰的女儿专治各种不服。你们别得意，我赵家在京圈人脉通天，我一个电话就能让全京城的物流封杀你们。我赵家得不到的东西，你们也别想要。刘总来的正好，帮我。陆总，仓储和物流航线已全部为您清空，随时听候调遣。陆董，告诉他，谁封杀谁。不，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所谓赵家，在我眼中和蝼蚁也并无区别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是彼岸花。他为什么看到你比看到活见鬼还害怕？陆景琛，你到底瞒了我什么？江南，我在京城的过往很不堪，但我发誓我绝不会害你。给我点时间，我会全部告诉你。最好是这样，我最恨被信任的人算计。先别急着生我的气，我派人去查了你母亲当年留下的痕迹，她出事前早有察觉，将一份绝密文件秘密存进了 R 国一个信托机构的顶级金库内。我连夜让人破解权限取了回来。这是2代新能源技术核心图纸，还有赵家当年买通实验室人员窃取数据的转账记录。赵家以为当年抢走了你母亲的核心技术，其实那不过是你母亲故意留在实验室准备扔进碎纸机的1代废稿，真正的底牌一直被保护得很好。赵家这群强盗用我妈丢掉的垃圾药物养喂了这么多年，现在我要他们把吃进去的连本带利吐出来。江南，你涉嫌窃取我赵家新能源核心1代专利，商会已经决定对江氏进行全行业封杀。在京城，顾家支持的商会就是规矩，你江氏连1寸市场都别想拿到，马上给我滚出去！赵家主拿我妈当年扔进碎纸机的废稿当宝贝，还敢大言不惭？你胡说什么？那是赵家自主研发的。睁大你的眼看清楚，这是刚从 R 国顶级金库解密的2代新能源核心图纸，以及你们赵家当年窃取我妈实验数据的铁证。持有人江若兰，我妈当年预判了技术会被你们这群商场强盗窃取，特意留了一手。2代技术一出，你们那破烂1代不仅被淘汰，还要面临天价专利侵权索赔。不，怎么可能在2国？假的，都是假的。原件在公证处，赵青山100亿的侵权违约金，加上窃取商业机密的责任，你们赵家的股票今天扛得住跌停吗？不可能！三少爷，顾老爷子让我带句话。说。老爷子问：您不仅动用海外势力去查2国银行，还联合外人打压赵家，是不是打算正式向本家宣战？宣战？顾家也配？回去告诉那个老东西，洗干净脖子，等我回去收割。二爷，求您见我一面。赵家资金链断裂，是在为您办事才背的锅呀。二爷说了，废物没有利用价值，顾家的资金不会投给一个死局。赵家主，自求多福吧。顾家不仁，就别怪我。江南，大不了我们同归于尽。江总，赵家疯了，他们抵押了全部实体资产，引入了几家来路不明的游资，正在股市上疯狂做空我们。狗急跳墙了，传我命令，全面放开底仓，给他们制造又多的假象。他们要吃，就让他们吃个够。可是这样，我们的账面会极度危险。按我说的做，资本的绞肉机，谁胆怯谁就死。备车，赵青山约我在顶层会所见，我去给他收尸。赵青山，你借的那笔游资，利息高的能要你的命吧？你哪来的自信能撑过今天？这就不用你操心了。江南，你真以为你妈当年是破产自杀的？她是得罪了顾家的影子资本彼岸花，被他们生生掐断了所有活路。你如果不低头，下场和她一样。彼岸花，那是谁控制的？以前是顾家，现在是我。彼岸花主会长，你竟然就是彼岸花背后的掌控者！家主，江氏的股票全是陷阱，我们借的游资突然全部撤资反水，我们的底仓被彻底爆仓，赵家破产了。陆景琛，你算计我！
我是顾家家主的孙子。顾景琛，你骗了我这么久，我问你，我妈当年的死和你有关系吗？我生在顾家，但我恨顾家不比你少。当年我被流放江城，就是因为我想毁了那个吸血的家族。江南，彼岸花和顾家曾经毁了你母亲，但我如今夺回她的控制权，就是为了今天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那我们就把顾家的资本盘彻底砸碎。荣幸之至。各位前辈，那个江城来的江南是个不折不扣的商业间谍，他用恶劣的做空手段搞垮了我们赵家，把我父亲气得中风住院。景泉绝对不能容忍这种毒瘤。外地来的就是野蛮，把他踢出景泉。赵大少爷，你的苦情戏太拙劣了，给顾家当狗，还敢偷主人的骨头。赵家这种两面三刀的废物，也配代表京圈的脸面？关掉！快关掉！你敢污蔑我！今天起，赵家从京城商界除名。是顾家二爷顾振雄，他怎么亲自出面了？江小姐，真是好大的威风啊！不过，在京城，规矩是顾家定的。签了这份无偿并购协议，交出2代技术，我做主，江氏还能继续保留一个空壳，这是顾家的恩赐。恩赐？顾二爷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我来京城不是来要饭的，我是来掀桌子的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你再动他一下试试。老三啊，老三，你隐姓埋名在江城玩了这么久，还帮着外人砸自家人的盘子。老爷子让我问你一句，玩够了吗？玩够了就该回顾家接手家主的烂摊子了。家主，继承人。景琛，离开顾家这些年，骨头倒是变硬了。现在只要你低个头，叫我一声二叔，乖乖回集团接手那个烂摊子，我保证江小姐的2代技术能在京城畅通无阻。二叔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我陆景琛现在不是顾家的狗，我是江南的毛。放肆！陆景琛，你知不知道拒绝我的下场？你的下场，哈哈，你自己很快就会知道。顾振雄让你接手顾家，是捧杀，对吗？还是瞒不过你。其实，所谓的京城顾家现在只不过是个空架子，顾家实体产业早被已经被掏空了，现在就是个负债1000亿的无底洞。那你二叔为什么非要逼你回去？因为他们需要我回去背锅，想要将所有的责任全部推到我身上。顾振雄和顾家老大顾天红想用1000亿债务压死我，我一旦踏进顾家大门，就是死路一条。我虽然拥有彼岸花的控制权，但这些年，他们也一直在不停派人渗透。李维成和他手底下的那些人，就是他们的成果之一。当年我的父亲，也是被他们算计死了。烂账我们不接，但这口恶气和杀父之仇，我们必须要报。你想怎么做？从外部把这个吸血门阀彻底敲碎。二爷，按照您的吩咐，京圈商会已经下达封杀令，江氏在京城所有的实验场地和代工厂已全部单方面解约。陆景琛不是想当江南的毛吗？我倒要看看，没了供应链，他手里那张顶级图纸是不是一堆废纸？全京城的代工厂都不敢接我们的单子，顾家把路堵死了。商会管得了那些私企，管得了那些京都的老一代的厂子吗？你是说，京郊的蓝天重工拥有极高精度的闲置生产线，而且它濒临破产。走，去蓝天。顾振雄想卡死我，做梦！老不死的，欠我们的1000万今天必须还，否则
这几台高精度机器，老子全当铁砸了！这都是我们厂子的心血啊！那是你们伪造的黑账，我们根本没借过高利贷。废话少说，给我走！我看谁敢动！1000万连本带息，合法债务我替红星结了，拿着钱，滚！哟，哪儿来的野丫头？顾二爷发了话，今天这场子必须废！哈哈哈哈！兄弟们，连这女的一起打！巡捕怎么来了？你们放高利贷、伪造黑账的犯罪证据，5分钟前已经全发给巡捕了。顾二爷能保你们吗？您是我们全厂的恩人啊！老厂长，这套高精度生产线愿不愿意独家转让给我？我保证让蓝天重工重现辉煌。没问题，哪怕顾家再来闹，这生产线我也只给您。一群废物，连个破厂子都搞不定，反而送给江南当根据地。二爷，巡捕来得太快，而且陆景琛手里有实锤的证据。好啊，有了生产线又怎样？立刻给我高价买断全京城所有的 K 型催化剂，不要让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顾振雄出手了，市面上所有的 K 型催化剂全被他买断囤积了，没有这个，我们的成品根本做不出来。囤得好啊，他不囤，我怎么空手套白狼呢？你又憋了什么坏水？我要让整个商会都知道，2代技术的配方存在致命缺陷，必须抛弃 K 型催化剂，改用廉价的替代品。什么叫 K 型催化剂导致数据崩溃？立刻修改配方。对，全面替换成新型廉价材料，以前的 K 型催化剂哪怕白送也不要了。不好，这贱人居然改了配方，那我花几十亿囤的 K 型催化剂岂不是砸手里了？二爷，江氏昨天高调收购了5000万的廉价替代材料，市面上传疯了。K4现在形同沸点，根本没人接盘。该死！几十亿资金被套牢，集团董事会非活剥了我不可。顾先生，我是海外 A 集团的代表，听说您手里有一批 K 型催化剂，我们愿以5折的价格全部结团，但必须今晚现货交易。5折？好，今晚郊区仓库见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合作愉快。不过你们 A 集团要这玩意儿干什么？当然是拿回去造2代产品啊，顾二爷。你是陆景琛的心腹陆景林。多谢二爷以骨折价亲手把江总急需的原材料送到江氏仓库。二爷，这是你要的微型过载引爆装置，已经买通了明天江氏发布会的内鬼。江南，你敢耍我？明天我就让你和你的2代机器在全京城名流面前一起粉身碎骨！顾振雄，既然你这么喜欢听响，我就让你听个够。各位，现在见证奇迹，2代新能源主机正式启动。爆！给我炸死他！怎么可能没炸？顾振雄，这就是你们顾家引以为傲的产品，不仅性能落后，居然还当众爆炸！不仅如此，领导，这是顾氏产品长期偷工减料、使用劣质零件的证据。今天的爆炸是迟早的事。立刻取消顾家所有采购资格，100亿大单全面交接给江氏。不，我是被陷害的。爸，我知道错了，是我大意了，中了陆景琛的连环计。您动用您的人脉救救我，我不想进去啊，爸。老二，爸在闭关修闭口坛，你这哭哭啼啼的，坏了老爷子看戏的兴致啊。大哥，你的腿不是……你这颗棋子算是彻底废了啊。不过没关系，接下来的局大哥亲自陪他们玩。我2弟鲁莽生事，我这个做大哥的责无旁贷。今天我代表顾家向江总郑重致歉。顾大爷大义灭亲，那今天您带相关部门的人员来是？一码归一码，20年前原厂将这块地皮抵押给了我顾家旗下的鼎盛信托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江总，地契在此，很遗憾，你的2代生产线涉嫌非法占用他人资产，现在必须封停。顾大爷，这就开始用合法外衣抢劫了。江总，商场如战场，签了这份财产保全确认书，滚出我的地盘！
江南，你疯了！疯了！我自家员工的废纸，我为什么不能撕？鼎盛信托是顾家的全资子公司，谁是你的员工？昨晚11点，彼岸花海外资本已经完成了对鼎盛信托的母公司的反向恶意收购。现在，鼎盛信托的绝对控股人是江南。顾大爷，你拿我的发证公司来封我的厂子，脑子坏了可以去治。你一开始就没想过赎回地皮？用魔法打败魔法。顾大爷，既然我现在是你老板，现在命令你把地上的碎纸给我扫干净，然后带着你的封贴滚。好，很好，江南，我们来日方长。江南很聪明，但再聪明的女人，一旦发现枕边人是杀母仇人的儿子，也会疯的。把那份录音发给他，我要看满自相残杀。江南，那段20年前的监控录音你都听过了吧？陆景晨的父亲不仅窃取了你母亲的核心数据，还向顾家出卖了他的行踪。顾天红，你特意约我来，就是为了给我听这个？陆景琛潜伏在你身边只是为了赎罪，甚至是利用你搞垮顾家。这硬盘里有一个木马程序，只要你插进他的电脑，就能单方面冻结彼岸花的资金，背刺他，顾家可以和你平分天下。平分天下？顾大爷好大的手笔！啊！江南，你干什么？顾天红，20年前的 AI 声纹合成技术确实不错，可惜你忘了江氏的2代 AI 反欺诈系统是我亲自写的。1秒钟，我的系统只用了1秒钟就验出你发来的录音是深度伪造的合成音频。你们串通好的？不仅没被你离间，我还顺手帮你加了点料。你以为江南拿走的木马是做空彼岸花的？我已经把它反向植入了顾家的离岸账户网络。什么？核心资金是全线崩溃？你的资金现在被彼岸花锁死了。好，双剑合璧。既然纹的行不清，那我们就玩玩规则。有我在，你们的2代产品绝对不允许出海。江南，惊不惊喜？海外的海神专利管理公司在全球对你们提起了300项侵权诉讼，现在你那价值500亿的首批出海产品，现在全部变成了一堆废铁，已经出不去了。国际专利流氓公司，顾大爷，你为了拦我，真是连底裤都不要了。我不要你破产，签了这份技术共享协议，我立刻让他们撤诉，否则高昂的交货违约金能把江氏活活压死。顾天红，你是不是对彼岸花的实力有什么误解？Boss， 按照您的指示，我们已经撤销了对江氏的所有诉讼，禁令10分钟前解除。你干了什么？昨天晚上，我动用了我在国外的关系，做空了这家公司所有的股价。今天早晨，它就变成我的了。降维打击懂吗？跟我玩跨国诉讼，我就让你损失最大的海外白手套。顾大爷，你输得很难看。你们别得意的太早！你们逼我，这一切都是你们逼我的。江南、陆景琛，你们等着！我要让明天的行业峰会变成你们的葬礼！新能源行业的规矩不能破，某些年轻人急龙近利，必将自食恶果，这是行业的铁律。景琛，上面那盏水晶吊灯的光线折射角度不对，太偏了。监控室抓到了一个维护工，顾天红让人卸了吊灯的承重螺丝。去死吧！一起去地狱去吧！小童归于尽，你做梦！
好的，装了10年的残废，就为了逃避家族倾轧博取同情。顾大爷，你的完美人设碎得比这吊灯还彻底。全毁了，全毁了！明天我将亲自拜访顾氏，当年的仇该报。2代技术垄断协议加上绝对控股权，签了它，顾家还有条活路。这是顾家历年来迫害江家的铁证，签完字，公开登报，向我父亲和江若兰谢罪。我们签，我们认输。爸，我错了，我给顾家丢脸了。老大的腿既然装了10年废人，留着也没用了，打断吧。至于老二这个蠢货，一并废了。爸，不要！孙子，还有江家的小丫头，刚才陪这2个废物玩的热身游戏，过瘾吗？哼，你们真以为把那2个废物给斗倒了，就能拔掉顾家100年的根？顾氏名下80%的核心资产已经资不抵债，老太爷光靠嘴硬可救不了顾家。千亿债务不过是个障眼法，顾家真正的底牌早就转移到了海外龙脉信托。难怪你连亲生儿子都能当弃子。丫头，我已经动用京圈商会最高权限，联合亚太新能源商业联盟，正式推举你的2代技术为行业通用开源标准。你想捧杀江氏？一旦成为开源标准，江氏就必须向全联盟无偿公开核心源代码。敢说半个不字，整个亚太供应链明天就会联合封杀你，你连1颗螺丝钉都买不到。小丫头，现在是你无路可走了。江总，联盟100家企业都在等您的源代码，为了行业的共同繁荣，请签字吧。江氏这次不吐也得吐，顾震天发话了，他不开源就让他立刻破产。感谢联盟厚爱，江氏同意，基础架构全面开源，但是核心算法我们将采用硬件级加密，强行破解，主板自毁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想用我的开源技术，必须购买江氏特制的专属加密芯片，概不输账。从今天起，江氏不仅不交出核心，还要做全联盟最大的供应商。你们不买芯片，你们的生产线明天就得瘫痪。你这是赤裸裸的抢劫！我们要联合制裁你！制裁我？你们现在离开江氏的技术，造得出哪怕1块电池吗？买还是死？你们自己选。我们的芯片代工厂全线停工了。怎么回事？资金明明已经打过去了。顾震天动用龙脉信托，以3倍高价买断了全球光刻机巨头在亚太区的所有设备租赁权。我们空有图纸，现在造不出1块芯片。江总，违约金倒计时不到48小时了，没有光刻机，我们根本完不成首批交付。启动我母亲留下的0号备用方案，利用碳本材料进行无光刻印刷。可是碳基稀有材料的市场价已经被炒上了天，江氏的现金流根本不够。钱，我来解决。你要动用彼岸花的核心资金池，那可是你的底牌。底牌不用来保你，毫无意义。我这就去海外商品市场扫货。顾震天敢断你的路，我就拆了他的桥。陆景琛把底牌全拿去买材料了，彼岸花资本的大本营现在是个空壳。各位，做空他，让他今晚就去跳楼。破产的丧家犬，现在竟然还敢来这里！老头子，你老了，拔刀的速度太慢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我是挪用资金去买材料？我是故意露出破绽，反向追踪到了你龙脉信托的底层资金链。你竟然联合到了国际游资！顾家的100亿信托5分钟前已经全部爆仓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钱没了可以再赚，只要江南交不出货，你们一样要死！江南，你们偷偷测试2代电池，导致发生了事故，我老公现在还在 ICU， 你不能好死啊！江总，为了赶工期网助人命，请问您作何解释？江南啊，做生意不能丧了良心，背上10几条人命，我看你们这次怎么翻身！相关部门的人员马上就到，准备接受制裁吧。
顾家主，我把陆夫人的藏身地告诉你，求你放过我的新能源图纸。听了吗？当年害死你母亲的不仅是顾家，更是江南的亲生母亲江若兰。你还要护着仇人的女儿？陆景琛，你信他还是信我？闭嘴！证据确凿，难怪你母亲当年能保住图纸。你离我远点儿！算我看错人了。这种双手沾满鲜血的企业，必须被全行业永久除名。今天我就替天行道。江总，陆总已经撤资并撤走了所有安保，您是不是已经被彻底抛弃了？老家伙，戏演够了吗？你不是跟他决裂了吗？不演一场决裂的戏，你怎么会放松警惕，让我们查出真相？这几天的空窗期，我亲自端了顾家的暗网。这些所谓的重病工人根本没病，是你们顾家花钱找人演的戏。关掉！快给我关掉！故事的股价现在应该已经跌停了吧？那支录音笔，你真的没怀疑过？我母亲的日记里写的清清楚楚，当年是江阿姨拼死引开追兵，才让我活下来。他们是最好的战友。江总，陆总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京圈4大银行联合发布声明，指控彼岸华资本涉嫌严重违规，我们的所有账户在5分钟前被强行冻结，即刻启动清算程序。江南，这就是资本的尽头。你的技术再牛，没有钱就是一堆废铁。江总，签了吧，顾老还能给你们留条活路。不签，你们俩明天就会背上1000亿债务，沦为街头的乞丐。死到临头，你笑什么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！谁告诉你，我只能在国内看你们的脸色借钱？独立上市批准书，还有1000亿美金的注资。我早就用碳源材料完成了2代芯片的降维研发，直接绕开国内，在海外完成了独立上市。不仅如此，我还用这笔钱反向收购了你们4大银行的海外债权。现在你们的生死捏在我的手里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资本的尽头，老家伙，我的资本才刚刚下场，现在是你欠我钱呢。景琛，江南，我们手里有证据。这是老头子书房里的绝密保险箱，里面有当年他谋杀陆夫人和江若兰的杀手转账记录，意外伪造报告全都在这儿。狗咬狗的戏码，真是一出好戏。证据我们交了，求求你们放我们一条生路吧。收网时刻到了，100年的顾家，今晚该在这个世界上除名了。20年了，我妈和若云阿姨的血债，终于有了清晰的形状。当年你们2个也参与了外围盯梢，对吧？不，景琛，我们当时只是跑腿，核心的杀手联络全是老头子一手操干的，这些账本就是铁证。江总，我们愿意做污点证人，求你给我们留条狗命。阿琛，别脏了手，通知媒体，并立刻连线相关部门，全面封锁京城所有私人航线。顾震天今晚肯定要跑。谁敢拦我？我是顾氏集团董事长。今天谁挡我的路，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顾董，你的集团2小时前已经因为资不抵债，已经被相关部门彻底查封了。顾震天，看看这些是什么？这些都是你当年犯罪的证据。一派胡言，全是伪造的废纸。我是京圈泰斗，你们休想往我身上泼脏水。这一巴掌，替我母亲江若兰！你个贱人敢打我！妈，你的仇，我终于替你报了。江总，这是我们商会拟定的10年独家战略合作协议，利润您9我们1，您看行吗？刘会长，上个月你联合顾家封杀我，
说要让我连一颗螺丝星都买不到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那是受了顾家那老贼的胁迫。现在整个亚太的新能源命脉都在您手里，您就是我们的行业救星啊！顾家依法被法拍，从今天起，这些全部并入江氏集团。妈，您的技术没有被埋没，江氏不仅活下来，还站到了世界之巅。江总，上战打完了，是不是该谈谈我们的私事了？陆总，当着几百家媒体的面，你这是在逼宫？之前我们只领了结婚证，但我却没有给你一个完美的求婚仪式和盛大的婚礼。这枚戒指是用你研发的初代碳本材料融合顶级钻石打造的，首付的位置是你的，天下也是你的。那你可以勉为其难，把我收为你的专属私产吗？陆景琛，做我的私产，可是终生制，不能毁约的。至死方休。准了。楠楠，真好看。这一路走来，感觉就像是做梦一样。曼婷，这不是梦。没有你的帮助，我走不到今天。江氏集团的荣耀有我的一半，更有你的一半。那是当然，江总现在可是亚太区首富，我这个首席运营官的股份分红1分都不能少。以后我还要给你当一辈子的管家婆。你今天美得让我有些嫉妒外面的阳光，舍不得把你带出门了。陆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患得患失了？我人就在这里，跑不掉的。曼婷，这是我自己用全部积蓄给你定做的半凝配饰。陆景林，你这算是在老板面前公开贿赂江氏的高管吗？这是我对我未来太太的正式申请，陆总已经批准了我的婚嫁。我答应你了，呆子。陆总，按照规矩，新郎在婚礼仪式前是绝对不能见新娘的。你这是公然违规啊！我的规矩就是没有规矩，这半天不见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行行行，这地方留给你们。我去前面看看陆景林把宾客安排的怎么样了。陆总今天很帅，不过你这么着急跑过来，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要提前交代？这是我的聘礼。这是彼岸花资本及陆氏集团的最高绝对控制权转让书，你把所有的资产全部转移到了我的名下。我说过，做你的私产是终生制。从现在起，我陆景琛身无分文，是个彻头彻尾的穷光蛋了。江总，你可不能始乱终弃。陆景琛，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如果你惹我生气，我随时可以让你流落街头，一无所有。那就让我永远没有惹你生气的机会。楠楠，我用半条命陪你打赢了商战，现在我想把剩下的一整条命全都交给你。好，我收下了，连同你这个人，生生世世概不退还。走吧，陆太太，全世界都在等着见证我们的加冕。
江南女士，你是否愿意嫁给陆景琛先生为妻？无论顺境或逆境，无论富贵或贫穷，支持他。我愿意，他是我从重建信仰的底气，也是我此生唯一的归途。现在新郎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。按照惯例，现在是抛捧花的环节，但是今天我不想抛。曼婷，这束花我直接交给你，你陪我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，你的坚强、义气和善良，值得这世上最好的一切。楠楠，苏曼婷，借着江总的喜气，我今天当着全世界的面问你，你愿意做我陆景林的妻子吗？我发誓，我所有的工资卡、不动产，还有我这颗心，永远只对你一个人敞开。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本部总裁勉强答应你了。我成功了！你看你连个虾都烤不好。陆景琛，你觉不觉得这一切完美的像是一场梦？不是梦，那些艰难的日子都已经结束了。从今天起，你的世界里只有光。那我们就把公司丢给陆景玲和苏曼婷，他们不是事业心强吗？就让他们去管。我带你去环游世界，去看极光，去潜水，去做所有你以前没时间做的事情。陆景玲要是听到你这么算计他，估计要当场辞职。他不敢，他现在要养家糊口，得拼命赚钱才配得上苏副总裁。他感谢我还来不及。陆景琛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在我最黑暗的时候来到我身边，谢谢你毫无保留的爱我。江南，我也谢谢你允许我爱你。一切都在这里圆满了，没有仇恨，没有遗憾，只有爱和永远充满希望的明天。